小锦鲤啊，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温童转运啊？好吃，好吃。哪怕让我发点小财，出门捡10块钱也行啊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我的都比脸还干净，真是吃了上顿就没下顿啊。你是那条小锦鲤，你化身成人形了。温童姐姐，谢谢你的收留和投喂，我现在修为已满，要去越过龙门变成飞龙了。那你再多吃点，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。姐姐，你对我真好，这双锦鲤眼送给你，保证你以后财源滚滚，四海来财。人呢？这些数字是物品的价格。这个鱼缸是我5块钱买的，这个桌子是我10块钱在某鱼上自提的，还有椅子8块8，沙发199，低头我身上的鞋子25，外套37，这些价格全都对。小锦鲤，你这是赐给了姐姐双能看见万物万物价格的锦鲤眼啊！我能用这双锦鲤眼去捡漏了，一夜暴富不再是梦。没用的玩意儿放在我这里也是占地方，还不如敲碎了铺路。这也没什么值钱的，砸了就砸了。个十百千万10万，这个破碗价值10万！大爷，你先别砸了。你是来卖废品的，塑料瓶2毛，纸箱3毛，免费上门收。冷静，冷静，在成功捡漏之前，千万不能露出破绽。不是，大爷，我看你这里的碗都挺好看的，砸了可惜了。正好我最近在装修房子，我买几个回去当装饰。你要买这带豁口的破碗？我挑几个，我就喜欢老物件。古玩街里的东西太贵，我买不起。你这咋卖的？你要实在是喜欢，剩下的这几个碗，我给你个实在价，1000块你全拿走。大爷，你这就太不厚道了吧？几个要砸碎的破碗卖我1000。小姑娘，你急什么？刚刚就是开个玩笑。500怎么样？我都给你便宜一半了。500，大爷，你这是诚心卖东西吗？500块，我去里面的古玩街都能淘到几个不错的碗了。算了，我还是去里面再看看吧。别走啊，姑娘，我是诚心要卖的。这样，你说个价，合适的话我就卖给你。100，反正你这几个碗都是要砸碎的了，我100块买走，都算是你捡钱了。100，这也太少了，你再加点，我就卖给你。这只碗价值10万，我再加一点钱买走，依旧是赚大了。大爷，我今天出门急，手机落家里了，浑身上下就150，多1分我都拿不出来。好吧，成交。今天遇见冤大头喽，晚上回家好好喝一杯。赚大发了，我要暴富了！把这碗卖掉，我就能从打工流马升级成小富婆了。女士，你好，我是这家古玩店的老板，你可以叫我周老板。周老板，我是温童，我想请你帮我看看这个碗值多少钱。姑娘，你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这是我从收废虎的大爷那里买来的。老板，这个碗你能不能收？什么？收废虎的大爷那里能有这么宝贝的东西？这可是真正的光绪官窑碗。姑娘，你要是愿意出，我给你市场最高价。那是多少钱？10万块，我现在就能给你转钱。好，我出，老板转钱。
银行卡到账10万元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能有这么多钱，终于不是6位数的密码保护3位数的钱了。姑娘，冒昧的问一下，这碗你是多少钱收的？150块。什么？150块？姑娘，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，能从一堆垃圾里发现这么个宝贝。这老板说的没错，本姑娘可真有一双能捡漏的金梨眼。周老板再见，下次再有什么宝贝，我一定先拿到您这里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刚口渴就遇见一间茶馆，我真是转运了啊！女士你好，我是福鼎茶馆的推销员，这是我们店新上的茶叶，请你品尝。这些杯子挺好看的，这是我们茶馆的特色。您进店品茶的话，可以自选一个喝茶用的杯子，这些杯子都是我们老板从全世界各地的陶艺大师那里买来的，每一个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故事。要不是我能看见这些杯子的价格，还真被唬住了。这个杯子价值2000万。女士，您看中了哪一个杯子？说实话，我相中了好几个杯子，可我家里离你们这儿太远，不能天天来喝茶。我能不能把我相中的几个买回去？女士，您喜欢我们这里的杯子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家茶馆的老板。我刚刚听您说想买我们这里的杯子。当然了，这可是价值2000万的杯子啊！是，我见这里面有几个杯子挺特别的，我想买回家去，每天都能看到。难得遇到和我品味相同的客人，如果您实在想买，我可以忍痛割爱。不知女士您相中了哪几个杯子呢？不能一下子就选那个竹纹杯，目的性太明显了。这个多少钱？女士，您真有眼光。这个杯子价值5000块，它是我在米国的时候从维森陶瓷小镇的陶艺大师马库斯·伦茨那里买来的。这么贵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不买了，我就有1万块钱，还以为能多买几个呢。女士，一看您就是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人，不然也不会来我们这里喝茶。喝茶是一门讲究，不仅要品好茶，更要用好杯。女士，您要实在喜欢，我可以降价1000。看来不让这个老板赚点，他是不会把杯子卖给我了。为了尽快拿到那个价值2000万的杯子，我就少砍点价吧。老板，我能接受的最高价格是2000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挑3个带走。好吧，谁让咱们投缘呢？亏就亏点吧，能让这些杯子找到真正的主人，我也很高兴。女士，您看中哪几个了？我给您拿出来打包。这2个，还有这一个。好，女士您稍等，3个杯子一共6000块，您扫这里就行。老板，我扫过去了。商家收款6000元。女士，您的杯子请拿好。味道嘛，品不出来，挺解渴的。老板，我一下买3个杯子，这盒茶叶送我呗。行，我也不挣钱，就当交个朋友了。老板，咱们家杯子这么值钱吗？我现在扶着小推车的手都在抖，生怕一不小心就倾家荡产。放心，这些杯子都是我从景德镇批发来的，均价不过20。那你卖他2000一个？这有什么？自己送上门来的韭菜，不割白不割。就算他在网上搜同款，发现每个只要20，我也不会退的。周老板，温童姑娘，你拎着的袋子里是什么？难不成你又淘到宝贝了？周老板，这是我给你带的茶叶。温童姑娘，你太客气了。也行，今天我就跟着温童姑娘享一享口福。周老板，我下午去茶馆喝茶，相中了几个杯子，就买了过来，您帮我长长眼。茶馆里的杯子都是餐具，连文玩都不算，你可别被坑了啊！温童姑娘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现代茶杯，不是老物质，最多20，你自己拿着回去喝水用吧。你听，这声音发飘，没有老瓷器的厚重感，这也是一件现代的茶杯。温童姑娘，你这袋子里不会都是这种货色的东西吧？
你买这些东西花了多少钱2000，每个杯子2000。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温童姑娘，这漏天天都有，可也不会让你天天都捡到。别总想着捡漏，你还是先去练练基本功吧。这肯定还是个现代茶杯，这种茶杯我可不收。周老板，这个杯子怎么样啊？温童姑娘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打个电话。喂，刘会长，是我啊，古玩店的老周。我这里有一件青雍正珐琅彩朱纹杯，有点拿不准，您能帮我长长眼吗？青雍正珐琅彩朱纹杯，你等着，我马上到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碰那杯子。好。周老板，这只杯子有什么问题吗？温童姑娘，你可能不太了解，这杯子其实是一对儿，一只收藏在博物馆里，另一只遗传民间不知所踪。刘会长找了很久都一无所获。这只杯子如果是真的话，那可价值千万啊！你从哪里找到的杯子？这杯子不是我的，是我身边这位温童姑娘从一个茶馆里捡漏的。这位是古玩协会的刘会长，这么珍贵的一个杯子，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姑娘捡漏？我看是高仿的可能性更大。我经营古玩店10几年，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一时间也不敢妄下定论，就想请你来长长眼。老周，你跟我还说这些客套话干什么？姑娘，快点把东西拿出来让我瞧瞧吧。雍正珐琅彩竹纹杯存世极少，这只杯子的胎釉契合御窑标准，胎质细腻坚质，薄而挺阔，荧光透光匀净。可雍正珐琅材料是宫廷秘制，翠色沉润有层次。而这只杯子上的竹鹅绿的发飘是现代化工颜料，我认为这只杯子是高仿之作。有疑点，难道刚刚我看走眼了？温童姑娘，这只杯子是你淘来的，你认为呢？这只杯子就是真的，可我也不能告诉他们我有锦鲤眼啊。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这只杯子就是真的，而且很值钱。小姑娘，我劝你还是别碰古玩了，这行水太深，你的道行还太浅，万一哪天被坑得倾家荡产就不好了。温童姑娘，买到了假货没关系，谁入行不得交点学费啊？小姑娘，你的眼力是有，但眼皮子还是太浅了点儿。不对，这就是真的青雍正珐琅彩竹纹杯。而且我知道这杯子的颜色为什么不对劲儿了，因为颜料用的是进口的洋彩料，竹叶翠色中带有的独特莹润感就是洋彩料的标志。刚才是我看走眼了，温童小姐，是我对不住。您太客气了。2年前，我在嘉德春拍卖后见过类似的拍品，那只杯子当时从200万开始起拍，价格一路飙升到1300万。说来也可惜，我当时就犹豫了一下，那只杯子就被人以1500万的价格买走了。温童，这个杯子你是准备收藏还是出手？温童姑娘，我再给你重新介绍一下这位刘会长，他除了是古玩协会的会长，还经营着一家互联网公司，年收入有几10个亿。那我该喊一声刘总好啦。我还是喜欢听人喊我刘会长，毕竟开公司赚钱只是我谋生的手段，搞古玩才是我这一生的爱好。原来如此。温童，你考虑好了吗？你要是出手，我保证给你一个公正合理的价格。刘会长，我考虑好了，还是让这只杯子去到真正喜欢它的人的手中吧。哈哈哈，好，你这只杯子保存得更加完好，我愿意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。温童，2000万的价格你可还满意？满意满意。小姑娘，你的眼光真不得了啊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胜旧人啊，我很看好你。刘会长过誉了，这可是2000万啊！不行，我真的要幸福到晕倒了。耶，我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。闺蜜，出来逛街啊！最近我爷爷70大寿，我想给他买一件寿礼。他喜欢古玩字画，咱们去古玩街怎么样？好啊，那待会儿咱们古玩街见。
又能去捡漏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了鉴宝的本事啦？苟富贵，莫相忘，我可是你的嫡长龟，你得带我一起飞。等会儿姐妹儿帮你长长眼，保证可以给你爷爷挑到满意的寿礼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过事先说好，你来挑，买东西的钱我来付。老板，你这字画我看挺好看的。10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这是诚心要卖东西的吗？你知道我要买哪幅画吗？就报价。你们年纪轻轻的，能对古玩字画感兴趣，跟你们说了也是白费口舌。你这老板怎么这个态度？彤彤，我们走。先别走，这里面有一幅画挺不错的，我估计这个老板不识货，说不定咱们能捡漏。老板，我们对字画的确不太感兴趣，可我们家里的老人喜欢啊。不瞒您说，我们今天是来给他爷爷挑寿礼的。老板，你要还是刚才那个报价，我可不会掏钱的。误会都是误会，怪我眼拙。这样，你们相中哪幅了？我给你们最低价。老板，那幅画这荷花的画怎么卖啊？这幅画是我太爷爷传给我爷爷，又传给我爸，再传到我手里的，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传家宝。低于5万块我是不会卖的。5万块抢钱啊！我家里有好几幅比你这大得多，才不到1万。小姑娘，你家里的那些破烂能跟我这里的比吗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不买了。哎呦，老郑啊，你怎么又把客人给气跑了？我知道你祖上曾经富裕过，可现在不也是落魄了？做生意啊，放不下身段可不行。我是老郑的邻居，他家那点事儿啊，我都知道。老郑祖上出了个清朝翰林院的编纂，收藏了好几屋子的字画金石，只可惜时运不济，到老郑他爷爷那一辈儿家道败了，现在只能靠变卖家产维持生机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看你们也是诚心想要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跟老郑讲讲价，兴许他能给你们便宜点儿。真的吗？谢谢婶子。彤彤，咱们运气真好，遇到好心人了。老郑啊，这小姑娘是真心要买，你也给个实在价。对啊，老板，1万块我们咬咬牙就买了。哼，有你们这么砍价的吗？你们懂行吗？我爹临终前嘱咐我，一定要把字画交给懂行的人手中。唉，看来人家老板是真的不会卖给我们了。妍妍，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吧。回来，我们再谈谈。1万块我是真不挣钱。你们再加一点，让人家老板赚个烟酒钱。这样吧，11000，再多我们也出不起。哎，老郑啊，你就同意了吧，把画卖了总比吃不上饭强。好吧，11000，这幅画你们拿走。希望我爷爷会喜欢。老板，钱过去了，咱们再去看看别的。老头子，咱们唱了这么多次双簧，终于骗了把大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人傻钱多。幸好我有锦鲤眼，能看见这些字画的价格，要不然还真被骗了。有我在，最后谁能占到大便宜还不一定呢。彤彤，咱们是不是被骗了？这幅画怎么看也不止1万多块钱啊！你不放心的话，不如现在就把这幅画拿给你爷爷。好，如果我爷爷不喜欢这幅画，你可别生气啊。这不是周老板的古玩店吗？爷爷，乖孙女儿，今天怎么有空来找爷爷？彤彤也来了。沈爷爷好，沈爷爷，您跟这家店的周老板认识啊？何止认识，我跟老周是几10年的朋友了。是温小姐啊，今天又淘到什么好东西了？你认识彤彤？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清雍正珐琅彩朱温杯，就是温小姐淘到的。老周去参加拍卖会了，让我给他看会儿店。沈岩爷爷、刘会长和周老板居然互相认识，这世界还真是一个圈啊！爷爷，我和彤彤提前来给送寿礼，这幅字画您看看喜欢不？乖女送什么爷爷都喜欢，不错。这仙鹤是长寿的仙禽，寓意长寿；荷花又谐音和，阖家和顺，家和万事兴，真是用心了。这画似乎大有来头啊！这幅字画的纸用的是陈年宣纸，色泽温润泛黄，纤维纹路清晰，触感细腻。老刘，你就别卖弄你的鉴宝技术了，
孩子们给我送寿礼就是送个开心。老沈，你看这里的落款汪洪，这可是民国时期的宣酒画名家呀。不是老刘，你还较上真了。这印章印文清晰，印泥包浆也很自然，是汪洪的落款无疑。真的？汪洪是谁？很厉害吗？非常厉害。据说他还在世时，论笔费就高达1000两白银，而且非名流显贵不画。这仙鹤荷花正是他最擅长的题材，笔触细腻传神，色色清雅脱俗，仙鹤姿态灵动，荷花含露欲滴，意境深远，这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珍品啊！老刘，你没看走眼？这真是汪洪的真迹，千真万确。老沈，你这孙女真是给你淘到宝了。这画保守估计市场价值至少是这个数。3万？是300万。妍妍，这画你花了多少钱买的11000，我买的时候还担心被坑了。傻孩子，你这是捡大漏了。多亏了彤彤，这画是彤彤挑的。你这丫头眼光了得，怪不得老刘对你赞不绝口。我敢说，你在这行绝对前途无量。那就借沈爷爷吉言了，看来妍妍这份寿礼是送到您心坎里了。我怎么没有这样孝顺有本事的孙女儿呢？真让人羡慕啊！这宣纸厚度不对，这幅画下面还有一幅画。老刘，你下手轻点儿，慢慢分，千万别把画弄坏了。个10、100、千、万、亿！这难道是郑板桥的竹石画？真的假的？老刘，你可看仔细了。的确是真迹无疑啊，而且是郑板桥中年时期的竹石精品，笔墨风骨俱全。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，什么人会在一幅本就珍贵的画下再藏一幅珍贵数十倍的画啊？我之前听过一个民间传说，说是战乱时期，一户人家藏有郑板桥真迹，他们舍不得卖，又怕被抢，于是便在真迹上面又附了一层画纸，请了一位不出名的画家在上面作画。这个不出名的画家就是汪洪。可世事难料，谁能想到汪洪后来成了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大画家，就连这幅画也被不识货的后人低价变卖。一切都对得上了，不过我的财神眼怎么没看出来第2幅画呢？彤彤，那幅汪洪的仙鹤荷花是你挑中的，我很喜欢。我等会儿让妍妍把差价补给你。至于这幅价值上亿的竹石画，我可不敢贪下，还是属于彤彤你。沈爷爷，这幅仙鹤莲花本来就是送给你的寿礼，还有这竹石画。哎，打住打住，你年纪还小，心性纯良，但我可不能倚老卖老，昧着良心骗你。这样吧，这幅仙鹤莲花我就收下了，至于这幅竹石画，我帮你送去拍卖行，保证让你大赚一笔。沈爷爷，好了，彤彤你就别推拒了，这钱本来就是你应得的。小经理，小经理，快出来！我赚钱了，给你买了超多超贵的鱼食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啃馒头了。沈爷爷把那幅竹石画送到了拍卖行，工作人员是起拍价是5000万，保守估计成交价为1亿5000万，也就是说，我马上要变成亿万富翁了。到时候我要买个大房子，再给你安排一个豪华香精的大鱼塘，好不好？姐姐，钱到账了。这么快？让我看看最后的成交价是2亿5000万，比预估的多了1个亿。温彤姐姐想不想成为100亿富翁？当然想啦！哎，小经理，你长脚了，你成功越过龙门啦，要画龙啦，恭喜你啊！我是不是该改口叫你小龙女了？温彤姐姐还是叫我小经理吧。我爷爷时常说，我们不能忘了来时的路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姐姐，我越过龙门后，修为提升了一个大境界，
所以我这次是来升级你的锦鲤眼的。小锦鲤，我可以看清桌子里面的东西了。咦，人呢？温童姐姐，等你的余额达到100亿，还会有惊喜哦。小锦鲤，我会努力的。30、20、90、250、250、500，都是些普通货色，开不出什么好东西，还是去别处看看吧。小哥好眼光啊，这可是正经老厂商的翡翠原石，今天我亏本甩卖，2000块钱你拿走。真的？这老板真有意思，对着一块石英石硬说是翡翠。这位小姐，你笑什么？干什么？赶紧走，别搅和我的生意。一身穷酸样，还敢来看原石？本来我也不想多管闲事，但是呢，我这人最听不得别人说我穷。这石头是假的，开不出翡翠，最多值2毛。坏我生意，找死！找死！哎，有本事别跑！都说酒壮怂人胆，我看钱也壮胆。搁以前我哪敢吭声啊？请等一下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刚刚那块毛料您是看出什么问题了吗？你是？我叫厉锦川，经营这一家拍卖行，对古玩颇有研究，但在赌石这方面，我还是个新手。我叫温童，无业游民。那块毛料就是块石英石，见得多了你也能一眼就看出来，没什么好说的。老板，你这木盒多少钱？哎，您这眼光真不错，这可是上等的黄花梨木，给您个痛快价，2000。文童小姐，恕我直言，这就是个普通的木盒子，根本不值2000块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可这里面的书法价值3个亿啊！我要了。老板，钱付过去了。好嘞。温童小姐，我确信你是看走眼了。赌石我比不上您专业，但在鉴别古玩上我可是行家。这只盒子我一看就知道是杂木贴皮仿冒的。厉先生，我也确信这只木盒能让我大赚一笔。难道这个木盒有什么玄机？温童小姐，可不可以让我再看看？木盒里面是空的，我再看也看不出什么花来。这个木盒50，不能再多了。可我觉得这只木盒价值3个亿。你是在开玩笑吗？还是你真觉得这个木盒子能值3个亿？是保底3个亿，要是进入拍卖行的话，会更多。我刚刚没听错吧？这个女人说这个盒子值3个亿。哼，看来又是一个梦想着能一夜暴富的傻子。可笑，姑娘，你拿着买盒子的钱去买个彩票，都比凭借这个盒子挣3个亿的几率大。温童小姐，你敢跟我打个赌吗？如果这个盒子真的能拍出3个亿，算你赢，我愿意以最高拍卖价收购。反之，如果这就是个普通盒子，算你输。你给我挑选一个能赚500万的毛料，怎么样？好赌啊！今天也算是开眼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听我一句劝，这可不能答应啊！先不说赌石风险大，就说能赚500万的毛料可不好找。我不会让你白找的，赚的钱我们3-7分。赌局还没开始，你怎么就认定了我会输呢？我答应你这个赌约，盒子给我。看好了。看样子你已经听出来了。盒子里面有夹层，请问你们谁有锯子吗？借用一下。不用这么麻烦。这木盒里有东西！有没有懂行的来看看我这幅书法值不值3个亿？这写的什么啊？看不懂，这能值3个亿？你一个外行人懂什么？这看起来像是某位草书名家的真迹啊！纸本没问题，不是人工做旧的，墨色也没问题，
再看字迹，运笔流畅，点笔自然，这也没问题。每处细节都跟博物馆的真迹能对上，是真迹无疑啊！你们怎么一个个都成谜语人了？这是谁的真迹啊？王羲之，这是王羲之的真迹啊！王羲之，就那个大名鼎鼎，我从小听到大的王羲之。这么看来，这幅书法好像真能值3个亿。这位小姐还真是不得了啊，竟然能淘到王羲之的真迹。看来这个赌龟是我赢了。愿赌服输，文彤小姐，我承认我技不如人。你把你的银行卡账号给我，我通知人转钱。银行卡入账3亿元。文彤小姐，可以告诉我一下，你是怎么发现这盒子里有王羲之真意的吗？这是我的独门秘技，不方便透露。我懂，高手都是深藏不露的。以后温彤小姐得到什么宝贝，一定要通知我，我保证以市场最高价收购。温小姐，下个月的房租该交了。最近物价上涨，我过得也不容易，所以下个月的房租要多收1000。多收1000块？他怎么不去抢钱啊？难不成他是看我最近有钱了，想狠狠地敲我一笔？这房子我不租了，我才不当冤大头呢。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是时候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了。温小姐，我是中介，不是许愿池里的王八。我都带您看了10几套别墅了，您就没有一套满意的吗？便宜的我看不上，贵的我又不舍得买，好不容易赚点钱，还没捂热呢。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才能入您的法眼。好耀眼的金光，那栋房子里一定有许多价值连城的宝藏，我要那个！外面看着还行，咱们进去看看吧。你怎么了？温小姐，虽然这栋房子很便宜，但是我劝你不要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一栋被诅咒的鬼宅。这幢洋房是100多年前一个在华经商的米国人盖的。那狗东西打着文化交流的名义，倒卖文物，甚至谋财害命，干了特多坏事，最后被树倒猢狲散。他儿子在国内混不下去，丢下这栋房子就跑了。听着是挺吓人的，但跟这房子有什么关系？这房子本来挺抢手的，陆续有人搬进来住，但是都被吓跑了，因为这栋房子会哭。会哭？你再看这院子，连根草都不长，听附近人说种什么死什么，就连流浪猫某都不敢靠近这里。多诡异啊！温小姐，听我一句劝，这房子不能要。要，这房子我要了。诅咒不一定是真的，但宝贝肯定是真的。终于挖到了。这箱子上涂了一层强碱性的防腐材料，污染了土地，怪不得这附近寸草不生，小动物也不来。发了！我的个乖乖，这也太值钱了！这房子不会真的有问题吧？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。原有头债有主，我就买个房子而已，不要害我！这画的水莲吗？这签名是莫代。这么好的画挂在这里落灰，实在太可惜了。我认识的人当中，他应该会有办法。喂，厉先生，我是温彤，我手里有几幅油画要出手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温小姐稍等，
我马上就到。疼，不是做梦，我这是进入密道了。我的妈呀！私藏这么贵重的凤冠，这老房主死的真不冤啊！原来不是哭声，是管道老化后形成的气压啊！之前搬进来的人没有发现密室，找不到来源，纯属自己吓自己。温小姐，我到别墅门口了。好，你先在这待着吧，得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安置你。温彤小姐果然厉害，一出手就是顶级珍宝。鉴别西洋画的真伪，核心看3个点：一是色彩，2是笔触，3是颜料的老化程度和画布肌理。你很专业吗？这幅画色彩通透，笔触贴合莫奈晚年的作画特点，而且矿物颜料和画布的一些细节都经得起推敲，的确是莫奈的画作无疑。那依你来看，这幅画值多少钱？至少1个亿。温彤姑娘，这幅画你如果要出的话，我愿意以1.1亿的价格收购，就当是交你这个朋友了。可以，既然厉总这么实在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我这里还有4幅，想请厉总再帮我鉴别一下。还有4幅？你没开玩笑吧？那4幅不会全是这个级别的珍品吧？怎么样？这4幅画也都是真迹，分别出自不同的油画大师之手。这几画加起来的价值，少说也得有5个亿。温小姐，这些画你愿意出手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想为这些油画举行一个专场拍卖会。你先别激动，我还有一些东西要给你看看。这些瓷器、玉雕如果是真的，这可全都是国宝级别的藏品啊！玉料用的是顶级的和田羊脂白玉，而且它里粒结构细腻，无棉无裂，雕工更是巧夺天工。这块玉雕的价格保守估计在5个亿左右。这个砚台也是顶级古砚，是明代宫中匠人的雕琢风格，很有可能就是御用珍品，价格保守估计也在8亿左右。这12件古玩无一例外全是国宝级别的珍品，总价值可达上百亿。如果对外公布，肯定会引起世界级的轰动。如果单论工艺和年份，应该不会值这么多钱吧？是的，文物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的货币价值，还包括其中蕴含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。以这件玉雕为例，它年代久远，做工精美，足以证明古代玉雕技艺的辉煌时刻，承载着玉雕技艺的传承。温小姐，恕我直言，这些东西堪称无价之宝，你真的要拍卖出售吗？听起来你话中有话。温小姐，我知道这样说很自私，但是作为古玩爱好者，我还是想争取一下。这些东西你能不能先不要拍卖出手？为什么？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筹集足够的资金买下它们。我保证不会让你吃亏。你很喜欢这些东西？喜欢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是这些东西一旦进入拍卖行，就很有可能流往国外。我虽然是个商人，但也不忍心看着属于华夏的瑰宝遗落在外人手里。我愿意相信你，相信我的直觉。厉先生，合作愉快。温小姐这是答应卖给我了。我会留下这些东西，不过我需要一个合理的方式安置它们。放在银行保险柜怎么样？我在银行有认识的人，可以帮你联系。那就麻烦你了。那么好看的东西放在不见天日的保险柜里，还是有点可惜。温小姐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我会派人把这些古玩放进你名下的银行保险箱。至于那些油画，我会办一个专场拍卖会。谢啦，我不会让你白干的。等拍卖结束后，我会分你30%利润作为这次的报酬。温小姐的信任就是最大的报酬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文彤，明天有场拍卖会，你要不要过去？
我听到小道消息，说这场拍卖会上有不少稀世珍宝，要不要去长长见识？我肯定过去。行，我明天早上去接你。太好了，早就听说拍卖会上捡漏机会多，这下终于能去体验一把了。接下来的拍品是一对玻璃种翡翠玉镯，起拍价500万。550万，800万，1000万，1100万，1100万一次，1100万两次，1100万3次，成交。这个拍卖会一连几个拍品的价格都虚高，我根本就没什么机会捡现漏啊。想必寻常的拍卖流程大家已经腻了，今天我们来玩点新花样。我等会儿会把这块红布掀开一半，露出拍品的半面真容。至于剩下的那一半，究竟是破损的还是完好无缺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件拍品的起拍价1000万，拍下后究竟是小输还是大赚，就看各位的眼力和运气了。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元代的青花瓷罐。如果这个瓷罐是完整的，那价格可能上亿啊。可如果不是完整的，那也就几百万。可现在的起拍价都要1000万了。文彤，你怎么看？我用锦鲤眼看。可惜了，是个残缺品。怎么样？看来咱俩想法一致。单看这露出的釉色和画工，确实是元青花的气韵。不过以我参加拍卖的经验推测，这东西80%是个残缺品，不然也不会搞这种花活。也就骗那些第一次来的小白和想捡漏的赌徒了。风险太大，让他们争吧。各位贵宾，机会难得，风险与机遇并存。现在开始竞拍，起拍价1000万，每次加价无限制，请出价。这是今天最后一件拍品，压轴的宝贝。有些贵宾再不出手，今天可就要空手而归了。1001万。好，这位先生出价1001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？后边没东西了，今天算是白跑一趟了。姐姐，拍下这个瓷器吧。1001万一次，1001万两次，还有没有慧眼识珠的藏？1001万3次成。等一下，1001万01块。我没听错吧？头一次见人在拍卖行加价1块，他是来搞笑的吧？还有人要出价吗？1001万01块一次。1010万。这位贵宾加价到1010万，还有人要跟吗？1010万01块。哪儿来的小丫头片子？懂不懂规矩？我不懂什么规矩，我知道谁出价高就给谁。文彤，这家拍卖行之前也玩过类似的花招，有个人拍下了红布下的白玉笔筒，以为自己能捡个天大的漏，结果笔筒是破损的，他亏损了整整500万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文彤，我承认你的眼光很厉害，但你不懂，拍卖这行水太深了，就那个人10有8九就是拍卖行找的脱梗儿。2000万。不能冲动，这明显就是个圈套。相信我。2000万01块。还有人要出价吗？2000万01块一次，2000万01块两次，2000万01块3次，成交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在现场掀开这块红布。这位小姐，咱们拍卖讲究一锤定音，既然拍下，就不能反悔了。
还好我没出价，不然今天可要亏大发了。贪小便宜吃大亏啊！文彤，都是我的错，本来是想着带你来拍卖行捡漏，现在……放心，我不会亏本的，等我好消息吧。小锦鲤，我横看竖看上看下看，它都是一个不值2000万的残缺品啊！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的约定吗？你是说100亿余额的惊喜？可我现在卡里的钱还远远不够。昨天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其实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把那些文物卖出去，只是在试探厉晋川跟你是不是同路人。温彤姐姐，我可以给你捡漏的运气，但我给不了你守护国家珍宝的勇气。那些没有变卖的古玩也可以算作是你的资产，你现在的身价已经达到100亿级别，所以我现在可以为你提升金梨眼的等级。小经理，我没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啊。你试着触碰一下这个瓷罐。青花瓷罐被修好了，我有了修复物品的能力。温彤姐姐，等你卡里的余额真正达到100亿时，还会有新的惊喜。还有新的惊喜？看来小锦鲤修炼真的很忙，每次都是匆匆的来，又匆匆的走。小宝贝，现在让我看看你到底值多少钱吧。2000万秒变2个亿，这也太爽了！我现在不仅能捡漏，还能修复破碎的文玩，实现100亿目标指日可待。我要赶紧把这个惊喜告诉周老板，让他帮我把瓷罐出手。文彤，我听周老板说你新拍了一个瓷罐，事先说好，破碎的瓷罐寓意不好，我可不收。刘会长，我这箱子里装的当然不是破碎的瓷罐。那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？不如你们打开来看看。这是元代的清华瓷罐吧？像这种器型、这种大小的元代瓷罐，能流传下来的极少，在整个古玩市场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温彤，这又是你从哪儿淘来的？我是不是眼花了？这不是你昨天拍下的那个瓷罐吗？现在怎么变成完整一个了？你把那个破碎瓷罐复原了？什么？老周，你的意思是这个瓷罐之前碎过，可我怎么看不出一点修补的痕迹？温彤，你是找的哪位大师修补的呀？简直神了！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是你？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了？我之前学过一些古玩的修复技术，我保证，修复好的古玩跟它原本的模样没有什么区别。原来如此，我说昨天你怎么执意要拍下这个瓷罐呢？温彤，这个瓷罐我收了，2个亿，怎么样？成交。银行卡到账2个亿。就这个声音，治愈。温彤，你会修复古画吗？修复水平怎么样？修复好后，保证看不出修补痕迹。是这样，我有一个朋友喜欢收藏古画，前段时间他家里着了大火，抢救出来的古画大多都有火烧的痕迹。他现在正四处寻找大师修复古画。修复古画费时费力，你的那位朋友准备出价多少修复那些古画？我的那位朋友可是古玩界的泰斗厉延厉老先生。温彤能结识交好这样的一位人物，他以后在古玩这行的路会好走很多，这岂是能用金钱来衡量的？竟然是厉老！我知道，以他的性格，绝对不会凭借自己的名声地位白嫖。你快说，他准备出价多少请人修复古画？200万，2000万，20个亿。温彤，这店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老周又跑哪儿去了？周老板去拍卖行了。他肯定是看你捡漏了元青花，手痒了。得了，不说他了。这位就是我的老朋友，古玩界的泰斗厉延厉老先生。厉老好。老刘，
你说给我请了位修复古画的高人，高人在哪里？你家老板不在，你这店员也没点眼力劲儿，去给我倒杯茶。哼，这屋里还有第4个人吗？这小姑娘忒不机灵。你来解释。哎呦，厉老，你认错人了。我说的修复大师就是这位温彤小姐。这么年轻，我在古画修复界可从未听说过这位小姐的名号啊。老刘，我的这些古画总价超过100亿，你可不能随便找个人来糊弄我。温彤的本事可大着呢，他修复好的瓷罐，连我看不出任何修补痕迹。哼，修复古画和修复瓷罐能一样吗？厉老，我对我的手艺还是很自信的，保证修好跟原来的一样。那你试试吧。不过，你修复的时候，我要全程在旁边盯着。不行，这是我的独门绝技，密不外传。我修复的时候，你们所有人都要出去，监控也要关掉。万一你把我的古画搞坏，我找谁说理里去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我看咱们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。哎呀，厉老，你先别急，你忘了那件元青花瓷罐了吗？就是他修复的，我亲眼所见，完好如初，半点修补痕迹都看不出来。那件元青花真是你修复的？千真万确。您要是信不过刘会长的话，还有周老板做人证。可是你年纪轻轻。厉老，手艺如何，不看年岁，看结果。厉老，温彤的本事我是见识过，至于他的为人，我也敢打包票。虽年纪尚浅，但是个纯善懂事的好孩子。厉老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不如这样，我先试着修复一张，你不满意的话，这张画我按照原价收购。你确定吗？我的那些画可都不便宜。这一幅可是宋朝名家的遗作，大火烧掉了1/3，连题拜都损毁了。唉，就算勉强修复，价值也大打折扣了。看来这损毁确实严重，标价都变成负数了。厉老，温彤既然敢打包票，连原价赔偿的话都说了，这份诚意和自信是实打实的。咱们就按他说的，先去喝杯茶。罢了，老刘，我就信你这一回。小姑娘，话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半天之后我就要看到结果。若是修不好或者修坏了，厉老放心，后果我自负。厉老，那我们就去外面静候佳音吧。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。成了。不过现在就喊他们进来的话，肯定会吓到他们，还是等一会儿吧。现在就前往峡谷，酣畅淋漓的大战一场吧！哎，辅助你是美团的吗？那么能送清兵啊，大佬，你这是在阅兵啊！哎呦，这技术退游吧，去玩4399。时间差不多了。修复的怎么样？看你这神色，一定是累坏了。总不能说我这是打游戏被队友气的吧？我的天啊，这实在是……怎么了？是修的不好吗？这也才半天时间，能修一点个角就不错了。我的天啊，这是神仙显灵了吧？原本碳化发黑的部分，现在绢丝纹理清晰，墨迹晕染自然，一点拼接的痕迹都找不到。还有这里原本被烧的只剩几个残字，现在整段文字都回来了，笔锋、力道、墨色深浅，跟原画浑然一体，这怎么可能？神乎其技，真是神乎其技！这绢本，这墨色，这修复后的笔触衔接。温小姐，你究竟是师承哪位隐士高人？这绝非寻常修复手段，这简直是让古画起死回生。厉老过奖了，我说过保证修好，看不出痕迹。
现在您愿意让我接下后面那些画的修复工作吗？温小姐，是老鼠有眼不识泰山，先前多有得罪，还请温小姐海涵。我就说吧，温童肯定行。这修复技艺堪称鬼斧神工，我立言收藏古画数十载，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修复。剩下的古画就全拜托温小姐，条件任你开，只要能修复好它们，20亿，我立言绝不还价，不是感激不尽。我现在就让我孙子把支票和剩下的古画都送来。这20亿稳了。温小姐，笔墨气韵分毫不差。我活了60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顶级的修复手艺，简直神乎其技呀！温童这技术实在是世间罕有，真是太巧了。没想到我爷爷口中的修复大师，居然是温小姐。也许是这个世界太小了，我也没想到。刚认识2个姓厉的人，居然是爷孙俩。温小姐，等下有时间吗？彤彤，这是我的私人号码，不管你以后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，尽管来找我帮忙。这是我那不成器的笨蛋孙子，以后也归你使唤。温童。霍老不光在古玩界，就算是在整个夏国商圈，那也是说得上话的大人物。这串号码可比那20个亿还要值钱。这还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距离100亿目标还差一点，我得加快进度了。也许这条古玩街上能捡漏的宝贝。温小姐，温老师，你不是要送厉爷爷回家吗？爷爷说不让我送，他让我跟着你。跟着我干嘛？我又不需要保镖。跟着你学习。可是我没什么能教你的。你想跟就跟吧。30个亿，这老板就用来支桌腿。这老板实在是暴殄天物。你俩吃点啥？要不来份火鸡面？我这火鸡面用的可是独家秘制酱料，绝对好吃。可以，再加1瓶可乐。你呢？我也一样，火鸡面马上就好。你看这块石头怎么样？造型比较奇特，除此之外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老板，你这桌子的造型挺别致啊。这块石头了不得，这可是我的转运石。是有什么说法吗？哎，你这人，你女朋友想买你就给她买嘛，一块石头还抠抠搜搜。我俩不是800，不能再低了，这可是我的转运石。没了它，我要少挣好多钱呢。成交。反正这块石头价值30个亿，我就让老板攒下。你把这些东西给我装起来吧，我这就给你扫钱。这些实在就是人傻钱多。那块石头是我从玉石市场的废料堆里捡的，这下净赚800。温老师，我认识一个擅长卜卦的大师，可以帮你看看运势。实话告诉你吧。我要这块石头不是为了转运，而是因为它价值这个数30万。30个亿。什么？温童，咱们也算熟人了，我有话就直说了。你说吧。
这块石头石质松松，无脆性，无矿脉走向，别说玉石翡翠，连一块像样的观赏石都算不上，就是一块普通岩石，山上一抓一大把。不过你也别太伤心，捡漏看走眼是常有的事儿，好在花的不多，800块就当买个教训了。你呢？你怎么看？我对玉石的了解不算深刻，只是看着石头的大小，就算里面是极品帝王绿，也很难值30个亿。但是我相信温老师的眼光，也许这石头还有我没参透的玄机。这石头能有什么玄机？我这儿就有解石机器，不如我们现场切开来看看。不能切，这块石头一旦切开，价值必定下跌。看又看不出来，切又不能切。温丫头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对了，我认识一位矿石研究的专家，不如请他过来看看。那感情好，快请人家过来。孙教授，麻烦您跑这一趟啊！这位是矿石研究领域的顶尖人物孙教授，这位是店主周老板，这是温彤小姐。你们好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吧。这个就是要鉴定的石头吧？是的。这石头表面布满了凹坑，而且摸起来的手感，难道是？厉先生，这块石头的主人是这位女士。温小姐，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猜测，不过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鉴辨。鉴辨过程会将石头磨损掉一些，您能接受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确定了，这块石头就是陨石。经过我刚的一番操作，这种石头独特的韦德伯纳花纹已经显现出来。什么？陨石？这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这下我相信这块石头比顶尖帝王绿还要珍贵了。而且这是橄榄石铁陨石，铁陨石本就少见，橄榄石铁陨石更是陨石里的稀缺品类。像这样整块无断裂的完整原石，更是世间罕见啊！既然是世间罕见的珍宝，那就更应该属于国家所有。我愿意把它捐赠给国家科研机构，让这块天外来物发挥它真正的价值。孙教授，我就是一个俗人，您能告诉我这块石头价值多少钱吗？你这块石头在市场上堪称无价之宝，我估价在30亿左右。30个亿！我的天，文彤，你这运气也太逆天了吧！温老师，这块石头你打算怎么处？交给你了，就放在你的拍卖行拍卖吧。突然行这么大礼干嘛？温老师，感谢您对我的信任，我为我的无知向你道歉。这块陨石的拍卖，我将不再收取任何手续费，以示我们拍卖行的诚意。行。还有您之前在我行寄拍的商品，成功帮助拍卖行在国际上打响了名头，非常感谢您。不客气，哎，你好好说话。温老师，遇到您之后，好事一件接着一件。也许我爷爷说的没错，您是福星转世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不笑了，说正事儿。我有事需要你帮忙。您请讲，只要是我们厉家能办到的，都会竭尽全力去做。第一个呢，我希望你能帮我介绍一些修复文物、鉴宝的工作。当然啦，我会给你介绍费的。介绍工作包在我身上，不过介绍费就不用了。以您的修复能力，帮您牵线搭桥也是在积累人脉，我已经从中获利了，不能再收您的钱。好吧，
不过你别再一口一个您了，都把我叫老了，也别叫老师了，好像老古板哎。好的，那我可以叫你彤彤吗？可以啊。彤彤，你着急让我介绍工作，是缺钱吗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可以先借给你。我在攒钱，要攒够100亿。100亿？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这是秘密。那第二个要我帮的忙呢？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再告诉你。彤彤，我从乡下收了一批古书画，快递到你家了，你看看能不能修？让我康康有什么好东西？我的妈呀，80亿！这究竟是个什么不得了的宝物啊？居然价值80亿，简直超出我的认知。冷静，冷静。这古玉的形状是个环形，也太特殊了吧！而且玉璧在光下还泛着淡淡的蓝色，手感也十分温润，肯定大有来头。我还是打电话让厉总来看看吧。彤彤，怎么了？是那批字画有问题吗？箱子里那个碎玉是什么来头啊？碎玉，我想起来了，这箱子是找街边玉石贩子买的，兴许是装箱的时候落在里面的，不是值钱的东西，你丢了吧。彤彤，温童啊温童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能做对不起良心的事。我把碎玉修好了，是块玉璧，我有点拿不准，但价值肯定比那块陨石还高。你有时间来我家一趟吗？彤彤，我带孙教授过来了。玉料是和田青玉，结构致密，没有任何现代加工的痕迹，整体形制是战国高等级玉璧才有的，不是汉代以后的风格。这块玉璧上有一块没有磨干净的原生石皮，且凹凸自然，带着土沁的痕迹，就是古人说的璞玉的样子。这块玉璧的密度、折射率等全部符合战国和田玉的数据，而且全都达到了顶级标准。玉璧环内为什么有一道切痕？这道切痕极大地损害了这块玉璧的价值，真是可惜呀！我看看，无法修复。各位，我有一个猜想，这道切痕会不会是在战国时期留下来的？也不是不可能。温小姐，我再仔细鉴别一下。这道切痕边缘钝化，而且切痕的沁色与玉璧的包漆完全同步，很有可能就是你说的那样。我想起来一个传闻，当年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，想要将其猜窃胜利雕刻成传国玉玺，但后续众说纷纭。有人说和氏璧被分成了几块，制成了传国玉玺，可也有人说和氏璧的硬度大，以当时的工艺根本做不到。所以这道切痕恰恰佐证了这块玉璧的来历。综合之前的研究结果，我可以给出最后的鉴别决定，这块玉璧就是卞和献给楚国的那块和氏璧。和氏璧，看来这东西确实是价值连城啊！温小姐，你打算怎么处置这块珍宝？当然是物归原主了。我想，它应该归你。
如果没有你，他在我手里只是几块没有价值的碎玉，是你让他重生，让他再次闪耀。你还记得我想请你帮的第2个忙吗？我想开一家免费对外开放的博物馆，把我收藏的古玩都放进去，让我们华夏的儿女都能亲眼看到自家文明的璀璨。彤彤，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，我支持你的想法。这些珍宝不应该被深藏，办博物馆的事我会和爷爷商量，用整个厉家的力量来帮助你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攒够100亿呢？姐姐，小精灵，你来了。温彤姐姐，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什么意思？爷爷说，化龙之后不能常到人间来了，容易扰乱人间的秩序。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真的是个很好的人，善良伟大，有大局观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能抵礼住不良诱惑。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温彤姐姐，我现在就将100亿惊喜送给你。姐姐，你现在拿起这杯子试一试。这个开片纹小茶杯，开片太均匀太规整，而且缝隙颜色是化学染色做就，而且釉面火光太重，没有老茶气温润内敛的光。这是一个现代仿古茶具，知识直接进入了我的脑子里。姐姐，这是一张藏宝图。姐姐，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了，但锦鲤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属于你的100亿惊喜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的额外奖励，感谢你把我喂养长大，祝福你越来越好，我们有缘再见。再见。你想好了，要把这房子推倒重建，改成博物馆。这里地方够大，位置也清静，改建成博物馆正合适。好，我找了专业团队为博物馆的设计和施工，保证既符合现代展陈需求，又能体现古典韵味。那就太感谢了，博物馆的名字我都想好了。哦，叫什么？就叫归藏。归藏，万物归藏，终有重现天日之时。好名字，大气又贴切。接下来我们要解锁更广阔的世界啦，为归藏添砖加瓦。